大家好，在0507我们聊了有可能超越纳斯达克100的国内被动基金。这一期呢，我们就来评测易方达美国50 ETF 5138550，这是一只追踪美国最大50家公司的被动基金。它采用自由流通调整市值加权策略，持仓集中于美国自由流通市值排名前50的龙头企业，有望挑战标普500的表现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美国50 ETF 的大概情况。国内有2只美国50 ETF， 分别由易方达和汇添福发行。由于易方达美国50的成立时间早，费率低，规模更大，所以我们选取美国50 ETF 易方达513850作为本次评测的标的。513850美国50呢，由易方达发行，成立于2023年11月6日，规模 17.56 亿人民币，费率是 0.6% 每年，比费率最低的标普500摩根标普低 0.05% 每年，持有现金比例约为 6.7%， 很合理。场内的溢价率也很合理，是 2.2%。那么美国50 ETF 易方达追踪的指数是 MSCI 美国50指数，和国内的纳指科技一样，只有国内的基金公司美国50 ETF 在追踪，美股并没有相应的 ETF。美国有个类似的标的是标普500前50，成立于2005年4月，规模103亿美元，费率 0.2% 每年。至于美股标普500前20 Top D， 由于成立时间太短，不列入评测。有兴趣的观众呢，可以回看0417，里面有标普500系列的介绍，比如前20的 Top D， 前50的 XLG， 前100的 OEF。除了成立时间短之外呢，这只基金没有明显的硬伤。下面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MSCI 美国50的指数编制原则。易方达的美国50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 MSCI 美国50指数，业绩比较基准是100%经过汇率调整的美国50指数。MSCI USA 50 Index 这个指数的选股范围呢是美股全市场，约2183只股票中选择纯自由流通市值最大的50家公司进行加权，因为相对集中、非多元化，不采用 RIC 的2550规则。2550规则就是单只不超过 25%，5% 以上的累计不超过 50%， 用于评价基金的分散度。美国 XLG 也因为持股集中，不采用这个 RIC 这个限制权重的规则，它的选股范围是标普500，范围更小。美国50指数编制有3个核心原则。第一个是单一股票的权重等于自由流通市值比上50只总的自由流通市值。比如呢 MSCI 美国前50的总自由流通市值约为 33.69 万亿美元，第一大持仓英伟达的流通市值是 4.23 万亿，那么英伟达的权重就是 12.55%。 第50大持仓的Uber 流通市值是1760亿，那么 Uber 的权重就是 0.52%。 除了选股和权重外，另外2个原则就是季度审查和 10% 的缓冲规则。每季度进行全面的审查，与 MSCI 全球可投资市场指数的季度审查同步，通常在2月、5月、8月、11月生效，以此来反映市场变化并控制换手率。使用 10% 的缓冲规则 Buffer Rules 来最小化不必要的进出。非成分股中排名45位及以上的会被加入，现有成分股中排名55位及以下的会被删除。如果成分股数量偏离50，则通过调整最低最高排名，正确恢复到正好50只。
虽然美国50是从全市场2183只股票中选取，但实际选出的50只基本与 XLG 完全相同，个别有差异。比如权重及入选股票是由于两者的审查时间周期造成的，美国50是按照季度， XLG 是按照年度。那么美国50的前10大占比接近 60%， 基本上全是科技股，科技七姐妹和芯片股占主导，唯一例外的是摩根大通排名第10。投资领域方面的信息科技占比第1，占有 43.69%。从以上分析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50虽然没有美股 ETF 在追踪，但权重规则选股与标普500前50 XLG 高度一致。下面我们就来对比一下美国50与标普系列的 XLG VOO 的实际回报。我们使用成立时间较长的美国50 ETF 易方达513850作为样本，2023年11月6日成立以来，到2026年4月15日，美国50 ETF 累计回报 59.63%。2.44年年化是 21.13%， 期间美元贬值 4.46%。 我们需要据此调整美股 XLG 和 VOO 的累计回报和年化回报，从而使用人民币为计价单位进行比较。调整后 XLG 的累计回报是 65.02 美元， 65.02%， 美元回报是 72.38%， 年化 22.79%。 调整后的 VOO 的累计回报是 59.02%， 美元回报是 66.11%， 年化 20.94%。从这 2.44 年来看呢，美国50的回报低于 XLG， 稍高于 VOO， 三个基金的最大回撤都在 20% 左右。由于美国50易方达的成立时间不到3年，同样受到汇率干扰影响，对此呢，我们无法给出准确评测。如果要做长期的回测的话，需要回到 MSCI USA 50 Index 这个指数，但这个指数的实际推出时间是2022年6月，只能采用逆合的方式进行回测。拉长时间，我们使用指数与 XLG 和 VOO 进行一个20年的比较，纯美元投资角度，看看直观的结果如何呢？这个20年的历史回测呢，显示美国50指数仍然优秀，20年累计回报 759.48%， 年化 11.36%。2008金融危机期间发生了最大回撤 51.17%， 同期标普前50 XLG 的年化回报是 11.62%， 标普500 SPY 的年化是 10.97%。20年回测呢，美国50指数和易方达的趋势一致。MSCI USA 50优于标普500 SPY， 年化大约高为 0.39%， 略逊于标普500前50 XLG， 年化约低 0.26%。 另外呢，美国50 ETF 易方达在2025年度报告中披露呢，其年化跟踪误差为 0.2%， 小于基金公司一般的 3% 范围，完全复制法效果好。通过本期的评测呢，我们可以认为美国50易方达513850的回报在标普500系列中是属于优秀的，20年年化 11.36%， 回报比美股标普前50 XLG 稍微低一些，比标普500 VOO 稍微高一些。作为一只被动基金呢，美国50易方达的追踪误差也比较小，费率比国内费率最低的摩根标普500还要低，只有 0.6% 每年，场内的溢价呢也长期处于合理范围，可以考虑作为场内标普500高溢价时的替代品，或者用于对标普500进行增强。适合人群呢是高风险的承受力，看好美股 Mega-Cap 长期主导，追求标普500增强的投资者，不适合追求高股息或者低波动者。最后呢，还是有风险提示，过去表现不代表未来，尤其集中策略在不同市场周期表现差异较大，这也是美国50的风险。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记得关注、点赞、转发呀！我们下期再见。